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楠。不知道您或者您身边的家人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以前呢，上3层楼气不喘心不跳，现在上1层楼就要停下来歇一歇了，心脏呢也跳得厉害，嗓子里像拉风箱一样。以前逛菜市场、公园散步是一种享受，而现在呢，走2步就觉得腿发软，喘不上气，成为了沉重的负担。甚至连洗澡、穿衣这样的最基本的事儿，都会感觉到累得慌，体力大不如前。很多朋友呢，尤其是上了些年纪的朋友，往往会摇摇头，叹口气，哎，老了不中用了啊。然后呢，就把这种变化默默地归于了正常的衰老。但是今天呢，我想告诉大家，这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我们身边非常常见却极易被忽视的沉默杀手。它不像心梗、脑梗那样来势汹汹，让人瞬间警铃大作。它更像是一个狡猾的小偷一样，在您经年累月的不经意之间，一点一点悄无声息地偷走您的呼吸、您的体力、您的生活质量。等您真正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身体往往已经被拖垮了一大截了。那这个沉默的杀手呢，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我们医生常说的慢阻肺。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解放军总医院第4医学中心呼吸科的运松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运医生呢，将为我们结合临床的经验，对于这个沉默杀手的作案手法和危害，以及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反击，如何守住我们的呼吸自由和体力资本，进行深刻和专业的见解。首先让我们欢迎运松医生的到来，欢迎您。主持人好。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呼吸健康的话题。我们大家最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病啊，慢阻肺，它是悄无声息的，那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慢阻肺就是全称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就是它这几个特点都在这个名字上有所体现。首先就是慢性，它呢就是在你的这个大概是在中年往后的阶段啊，40岁以上的人群，它可能会逐渐的出现这种小支气管、细支气管阻塞的这么一个病理结构的改变，而造成的结果呢，就是你吸进去的气体但是吐不出来，也就是说你只有吸气，就是呼气会受到一定阻碍。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每次的呼吸有一定比例的这个气体是呼不出来的，然后存在你的肺里边，然后呢，它慢慢的会进展到肺气肿，就是你每次的气进气肺以后出不来，它每次积攒一点，你的肺就会越来越肿，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肺气肿。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在我国的发病的人群是非常高的，就是40岁以上的人群呢，接近有1/5的男性可能都是有这种病，尤其对于这种抽烟的患者，对于不抽烟的、吸二手烟的患者呢，也是有很大一部分人群是有的。那这是慢阻肺啊。那这个病呢，刚刚也提到了，其实它是一个悄无声息的一个进展啊。那它的发生是不是和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比如说有一点隐蔽性的一些习惯和生活的环境有关系呢？比如说很多人觉得，我不抽烟，那是不是我就和这个病症是完全无缘了？我不会得病，是这样吗？那不是这样的，就是抽烟是最主要的一个诱因。但是跟抽烟相等呢，比如说对于一些各种职业的患者，有那种就是矿工啊，或者是接触到油烟特别多的，或者是接触到更多空气污染，造成一个反复的一个慢性感染的，这部分人群呢也是这种高危因素。那不吸烟啊，不吸烟它当然是这个相当于是发病的几率会降低一些，是吗？那比如说处于这种吸烟的这个环境当中那这些人群他的这个患病的概率是怎么样的呢？对，刚刚提到了，就是处于这个吸二手烟、三手烟的这个环境中呢，它的一个风险呢也是很高。虽然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以及我们临床病例中也能发现，有大量的这样的病人也是可以导致一个慢阻肺的。那我们刚刚聊的是和吸烟相关的啊，另外您还提到了一些，比如说特殊的一些工种啊，它也有可能会更容易患上这种疾病。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让我们容易忽视掉的一些因素，它也和这个病症有关联？
是有的，比如说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施工的环境里边，它会有烟尘、粉尘，它是可以吸入到体内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呢，这种长期接触油烟的环境，如果说它的通风条件不是很好，没有这个抽烟机或者是很好的一个通风环境，它这种长期的油烟也会损伤到呼吸道，造成一个慢阻肺，或者是交通繁忙的地儿、工业区等等这些环境都是有可能的。